哟，我来了，欢迎来到投机实验室。据说，交易员如果能懂得运用供需关系进行交易，盈利会变得异常容易。如果能在掌握了 MACD 和 OBV 指标的策略组合，那交易市场就是妥妥的私人提款机。接下来，我就把这两种高胜率交易策略的细节全部分享给各位。不要问我的名字，这里是投机实验室。首先说的是一套简单且非常有效的供需交易策略。这套策略已经被见证了上百万次。寻找供需关系是一种聪明的买入卖出方式。定义的供给需求区一般表示的是大资金在进入市场并在推动价格前的积蓄筹码的区域。散户无法影响市场，也没有那么多的专业知识和工具去辅助决策，但是我们可以找到大资金参与市场的痕迹，去跟随他们交易，以获得准确性高的交易机会。通常我们认为，在博弈的市场中，大资金的交易决策要远远优于散户的交易选择，也就是说，多数的胜利是属于大资金机构的，所以跟随大资金机构进行交易的方式也被称为聪明钱策略。需求会导致市场积极的上涨，供应导致市场持续的下跌。这里我们规定，连续上涨或连续下跌3根以上的大 K 线是符合大资金机构交易行为的动量 K 线。重点是大且连续。无序的小波动 K 线不需要我们关注，因为小资金的买卖行为参考意义不大。接下来，我们结合实例了解一下这套交易策略。这是比特币美元的15分钟图表。根据多头规则，第一，找到至少3根连续上行的大阳 K 线；第二，用矩形工具选择大阳 K 线启动前的一根 K 线。如果前一根 K 线波幅较小，可以直接框选整根 K 线；如果 K 线波幅较大，可以只框选 K 线的实体到最低价的部分，这个勾选的区域就是需求区。当价格再一次回落到需求区后，就可以找机会入场做多。第一种入场方式是，可以选择在需求区的上沿、中沿或者下沿找位置提前挂单入场，也可以在上中下沿分批次入场。第二种入场方式比较保守，需要等价格在需求区附近出现确认信号，比如双底、连续的十字星或者指标背离这些信号，再入场做多。止损可以设置在波段的低点位置或者需求区的下方。止盈可以选择分批止盈的方式，比如在1:1出一部分，剩余部分可以拿到上方的供给区附近或者其他关键阻力位置。空头的规则正相反，这是比特币美元的1小时级别图表。根据空头规则，第一，找到至少3根连续下跌的大阴 K 线；第二，用矩形工具选择大阴 K 线启动前的一根 K 线。如果前一根 K 线波幅不大，可以直接框选整根 K 线；如果 K 线波幅较大，可以只框选 K 线的实体到最高价部分，就可以标记出供给区。当价格再一次上行到供给区后，就找机会入场做空。第一种入场的方式是可以选择在供给区的上沿、中沿或者下沿找位置提前挂单入场，也可以在上中下沿分批入场。第二种入场方式是等价格在供给区附近出现确认信号，比如双顶、连续的十字星或者指标背离等信号，再入场做空。止损就设置在波段高点上方或者是供给区上方。止盈可以选择分批止盈的方式，比如在1:1出一部分，剩余部分可以拿到下方的需求区附近或者其他关键支撑位置。以上就是这套供需交易策略如何识别供需区以及在区域中确定进出场位置的操作细节。如果想更加系统的了解供需交易系统，可以观看前面这期供需交易系统的影片。看完后，相信你会对供需交易有一个更加深入的理解。接下来我们说 MACD 和 OBV 的指标策略组合。当时我发布这套策略的时候，也获得了10几万次的观看。规则非常简单，主要是利用 MACD 和 OBV 的双指标背离共振去进行交易。策略一共涉及到3个免费的 TradingView 指标，与往常一样，指标的详情会在视频下方的说明栏和置顶评论中列出。第一个用到的是平滑异同移动平均线 MACD。我们打开 TradingView 的指标搜索栏，输入 MACD， 点击收藏并添加到图表，将 MACD 线和信号线功能勾掉，其他功能不变。第二个用到的指标是能量潮指标 Unbalanced Volume。我们在指标搜索栏输入 OBV， 为了图表美观，可以将颜色设置成蓝色。第三个用到的指标是 ATR Stop Loss Finder。我们在指标搜索栏输入全称，
这里 ATR 主要作为止损指标使用，我们将上限和下限的颜色都设置成白色，指标参数保持不变。这就是我们要用到的3个作案工具。接下来我就结合实例解释一下交易规则。这是比特币美元的1小时级别图表。根据多头规则，第一 ，MACD 指标的柱状图在零线下方要与价格走势出现底背离。第二 ，OBV 指标同样与价格走势出现了底背离。2个条件同时满足，我们可以在 MACD 能量柱实体转虚柱所对应 K 线的收盘价入场，止损就设置在 ATR 线下方，止盈可以选择分批止盈，比如在1:1出一部分，剩余部分拿住博取更高的利润。再看一个空头的例子，根据空头规则，第一 ，MACD 指标的柱状图在零线上方与价格走势出现了顶背离。第二 ，OBV 指标同样与价格走势出现顶背离。2个条件同时满足，我们可以在 MACD 能量柱实体转虚柱所对应 K 线的收盘价入场，止损就设置在 ATR 线上方，止盈同样选择分批止盈的方式。可以看到，这笔订单的盈利空间非常可观。MACD 和 OBV 指标出现背离共振的时候，在关键位置出现反转的概率还是很大的，尤其是背离越大越标准，效果就越好。关键位置可以是第一种策略所讲的供需区域，也可以是密集成交区等等，各位可以多多留意1小时、4小时和日线级别的策略组合，看看是不是非常的有利可图。记得在使用前要至少连续回测500次交易机会，这样才能对策略的长期运行情况有所了解。如果还不错，就把这2套策略添加到自己的策略库吧。好了，检查一下是否点击了订阅按钮，最好还能在评论区夸奖我几句。祝你早安、午安、晚安，拜拜。